其实我们看到啊，美国对中国也是这样，在具体问题上不画所谓的红线，但又设立一个原则，说不许帮助俄方规避西方制裁，否则就面临后果。但是到底什么叫做帮助俄方规避西方制裁？那么如果这样做了，后果又会是什么？美国也并不明说。很多人认为呢，这是美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表现。黄先生怎么看？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作为大国，在对外战略上呢，往往要刻意的保持一种战略模糊。保持战略模糊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呢是保留最终解释权，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话说满。清晰了以后呢，你万一完不成，大国的信誉受影响。但是那个承诺太小呢，其他人又不动心，所以呢，战略模糊呢就可以使自己在承诺这个方面呢有最大的主动权。另外一个呢，要把自己的政策的可弹性搞得最大。所以这样的这个战略模糊，实际是美国刻意要做的。因为美国对中国现在由于俄乌战争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两难。一方面呢，美国确实想对中国施加压力，而美国认为欧洲也团结在美国一边了，所以呢，对中国的压力可以施加的更大。但另一方面呢，美国也怕这个压力过于大的话呢，把中国彻底的压向俄罗斯一边，对美国也未见得是件好事情。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搞战略模糊呢，也可以能够在这个两难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近来，美国也在加大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据报道，拜登政府提议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领域向印度提供更多援助。美国是否想通过诱之以利的方式来影响印度呢？黄先生，首先，对于印度这样的大国来说，经济元素要成系统的。比如说，你帮印度建立一个成系统的工业体系，或者在整个这个，比如说或者绿色经济啊，或者是数据经济啊这方面，数据产业方面，你帮印度有一个成规划的做，成规模的做，小打小闹，今天给一块糖，明天给一个巧克力，这种事情是打动不了印度的，因为印度不是个小国家，而我认为美国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对印度提供这样的帮助。印度啊是美国的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拜登政府颁布的首份印太战略就非常罕见地将支持印度持续崛起和地区领导角色作为落实印太战略的10项行动计划之一。那么现在印度不听话、不牢靠，美国会怎么办？黄先生，我觉得首先印度没有不听美国的话，印度只是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外交，按照自己国家的最佳利益来做自己的事情。只不过因为他不听美国话，可能是因为这次印度的立场和他的国家利益跟美国不太一致，他当然就不愿意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印度不会跟美国合作。那么现在美国说他要持续的支持印度的崛起，我们知道美国这样说，但是大家都明白，美国支持印度的崛起有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第一，印度崛起的印度不要与美国为敌，要不然给自己塑造另外一个对手，美国也没吃撑了，对不对？第二，印度不要与美国认为是敌人的人搞成一个好的关系，比如印度你持续的支持你崛起，你跟中国好了，跟俄罗斯好了，那美国也不会做的。第三一点呢，一个崛起持续的坚持的印度呢，要始终对美国进行帮助，要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么从这些先决条件的分析来看呢，美国说我们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等等，实际上是一个承诺或者是空炮，这个承诺是要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美国是不会做的。那当然，印度也看到这一点。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印度并没有跟随美国、听从美国，甚至呢还和美国在唱对台戏，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印度对前来新德里的美西方的高官呢也都挺热情。印度是否觉得他们可以利用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两边得利呢？林先生，对于印度来说，现在确实是一方面是它存在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个场面啊，就所有人都在拉它啊，所以他就弄得这个有点左右为难。但另一方面呢，所有人都在求他。其实，在印度的思维里头，什么就是我是要想办法把你们当着棋子啊，也就是说，印度自己是在掌控一个大的这个棋局的，反倒是啊，美国或者说这个西方俄罗斯可能成为印度的棋子。你比如说，他跟这个俄罗斯把这个卢比和这个卢布的支付体系重新启用，开始用了开始买石油了。他也告诉大家什么？这个我买这个石油但是呢，我会买的这个量我会控制住的。然后呢，他包括这个启动这个支付体系他也告诉大家说，俄罗斯跟印度早就有了，他们从这个20世纪50年代开始军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了。